俄罗斯征兵16万，普京再战100年，战争烈度再次提高，俄占领土却急剧缩水。川普再拟矿产协议，乌克兰能保证领土完整？普京拒绝和平，欧洲强援已经到位。咱们逐条来看。3月31号，俄总统普京签署了关于从2025年4月到7月征召俄罗斯公民服兵役及现役公民退役的命令。这次征兵指标呢为16万人，应征对象为18到30岁的适龄公民。具体征召时间从25年4月1号开始到7月15号结束。这一征兵举措是俄罗斯军事体系中的常规安排。不过，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据战区报道，俄罗斯征兵规模较大，反映出俄罗斯对军事力量的重视和战略布局的考量。这次征兵覆盖了俄罗斯所有联邦主体，但北极地区54个特殊行政区及同类地区除外。因气候条件限制，这些地区仅在秋季征兵。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2025年春季征兵声明明确，应征公民不会被派往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及扎波罗热的俄军驻地。据 BBC 报道，俄军总参谋部组织动员局副局长齐姆良斯强调，春季征兵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无关，完全按照法定程序和计划进行，所有应征新兵将被分配到俄境内的俄军驻地及其他军事单位，不会派往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也不会参与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新兵入伍后，将在教导部队接受最长5个月的现代化武器操作培训，培训内容涵盖各类先进武器的使用方法、维护保养等。结业后，新兵将根据自身技能被分配到不同的作战部队，以补充俄罗斯军队的实力。近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攻击节奏明显加快。据战区报道，乌克兰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此举在为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争取更有力的筹码，蓄意发动一场大规模新攻势。乌克兰的 Deep State 开源地图组织称，3月下旬起，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的俄军攻击强度显著增加，已达到2024年底的水平。该地区是乌军的关键后勤枢纽，战略意义重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在苏梅、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地区发动新的攻势，他们正在拖延谈判，试图将美国拖入无休止、毫无意义的虚假条件谈判中，以争取时间，然后试图夺取更多土地。军事分析师奥列克西·赫特曼指出，他们正在准备在前线采取持续6到9个月的进攻行动，几乎会持续整个2025年。很明显，俄罗斯试图在战场上取得更大优势，从而在谈判桌上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尽管俄加快了在乌克兰东部的攻击节奏，但实际控制区域的增加并不显著。根据乌克兰 Deep State 的数据显示，3月份俄军仅占领了133平方公里的乌领土，与11月相比，每月领土损失减少了近6倍。这是自去年7月俄军在顿巴斯发动重大攻势以来，俄罗斯取得的最少进展。与此同时，俄军在一些地区取得了渐进式的推进。在顿涅茨克方向，乌军指挥官表示，持续的无人机攻击发挥了关键作用，限制了俄罗斯装甲部队的行动能力，迫使俄方军队在许多情况下只能徒步或骑摩托车推进。总体而言，目前双方在控制区域上处在一种相对焦灼的状态，局势仍在动态变化中。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近期俄乌战况。据战区报道，俄乌冲突中多个关键地区的战斗进展各有不同。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是当前战斗的焦点区域，就像前面说那样，3月下旬以来，俄罗斯攻击强度大幅提升，约1/3的前线冲突集中在该地区及其周边。乌军的后勤枢纽在此，可以预料到，在双方投入大量的兵力后，战斗将会日渐激烈。在哈尔科夫方向，3月31号，俄军继续试图展开进攻行动，与乌军至少有4次交火，但未取得明显进展。俄军试图突破乌军防线，被乌军顽强抵抗击退。在卢甘斯克这里，库皮扬斯克和利曼方向，俄军都有一定推进。
但在向博罗瓦方向的进攻中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顿涅茨克地区在恰西夫亚尔、波克罗夫斯克和西夫斯克方向，俄军持续发动进攻，但未取得进展。不过，在库拉霍韦和大诺沃希尔卡方向，俄军有所推进，而乌军也抓住时机，在托列茨克方向有小幅推进。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向扎波罗热州西部继续进攻，仍未取得进展，双方维持现有的战线。在赫尔松方向，俄军依然对第聂伯河束手无策，进攻同样被乌军狙击，局势相对稳定。据基辅独立报的报道，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表示，乌克兰在3月28号收到了美国大幅扩展的矿产资源协议文本，并在4月1号与美国伙伴进行了首轮磋商。据 CNN 报道，新提案由美国财政部提出，远远超出最初的草案，特别是在美国未来的权利和过去的援助补偿方面。另据2位知情人士告知 CNN，该协议让美国更多地获取基辅的稀土矿，并且适应协议用于乌克兰全境的所有矿产资源、石油和天然气，但并不包括俄乌之间持续战争的具体安全保障。而这正是乌克兰的主要利益之一，这也引发了川普和泽连斯基新一轮的争吵。川普指责泽连斯基称，如果泽连斯基这样做，将面临大麻烦。而且他想把该协议与北约成员国联系起来，但我想泽连斯基知道这不会发生。而泽连斯基则反驳，乌克兰不会接受美国过去的支持作为债务，并表示正在谈判的协议条件不断变化。另外，这份协议引起了多方舆论。议员奥莱克西·莫夫坎抱怨道，再多一点他们就会给我们提供奴隶，美国提议的矿产协议过于苛刻，任何合作都必须确保利润留在乌克兰，并资助重建。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普京建议将乌克兰置于联合国的临时治理之下，作为和平解决这场战争的一部分。而且普京重申，泽连斯基缺乏签署和平协议的合法性，而基辅方面则反驳，在战争期间不可能举行选举。不过，乌克兰总体对未来协议持积极态度。可是，在进行中的谈判不容乐观，各方态度和立场存在明显差异。普京与川普虽然通话，但实际上拒绝了美国提出的立刻全面停火30天的提议。而且根据咱们前面的分析，普京试图在谈判中争取更有利的领土划分，以更强硬的姿态获取更多利益。乌克兰方面，泽连斯基多次呼吁停止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空袭，表达了对和平的渴望，但同时强调要迫使俄罗斯停止战争，在和平谈判中坚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底线。川普积极推动和平谈判，提出30天停火建议，试图促成和平协议，但为了自身利益，在美乌矿产协议上向乌克兰施压，希望获得更多资源利益。而欧洲人的看法微妙起来了。据福克斯新闻报道，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塔布表示，川普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调解俄乌之间和平的人。为什么？因为普京尊重川普，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害怕他。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停火，我们需要一个停火日期，这个日期应该是4月20号。如果普京总统不遵守停火协议，那么我们就应该接受美国和欧洲的一系列严厉制裁。而普京是唯一一个不接受停火的人，因为美国人想要停火，欧洲人想要停火，乌克兰人也想要停火。据德国之声报道，即将离任的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警告美国不要陷入俄罗斯的拖延战术，强调普京不想和平，应强硬应对。同时，柏林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1.3亿欧元的援助。据战区报道，在俄乌冲突中，无人机成为双方重要的作战力量。俄罗斯频繁使用无人机发动攻击，3月对乌克兰发动了4043架次的无人机袭击，创年度新高。这些无人机给乌克兰的军事设施和基础设施造成了一定破坏。乌克兰方面积极应对，通过高频无人机袭扰，限制了俄罗斯装甲部队的行动能力。此外，乌克兰还发现俄军使用的无弹头的直板沙赫德无人机作为防空诱饵，
以此消耗乌克兰的防空资源。乌克兰也在无人机作战中发挥了自身优势。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发布了其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对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设备发动攻击的视频合集。视频显示了无人机躲避俄罗斯防空系统，袭击了一艘03160型猛禽级高速沿海舰艇和一艘02510型高速突击艇。此外 ，FPV 还袭击了俄罗斯的 OTR-M2 导弹防空系统。这段视频当中展示了无人机在俄乌冲突中不仅用于攻击和侦察，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双方的作战模式和战术布局。最后，咱们来补充几条新闻。荷兰国防部宣布，荷兰正在为乌克兰资助一个大型无人机项目，这应该有助于乌克兰在前线阻止俄罗斯的攻击。荷兰将为此拨款5亿欧元，这是20亿欧元加速计划的一部分，旨在2025年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攻击。乌克兰经济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国防部采购部门主任格莱布卡涅夫斯基表示，乌克兰陆军今年将接收 1.5 万台地面无人车辆，目前这些车辆主要用于运输设备、物资、伤员和武器等。虽然部分型号已经投入使用，但地面无人车辆的应用仍处在早期阶段，存在技术不成熟和军队使用不熟练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好了，今天新闻就说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